你相信因果吗？司马懿三代窃取了三国的果实，成立了我国历史上最魔幻的朝代之一晋朝。可这一朝几乎所有的皇帝全都死于非命，而最终灭掉晋朝的，居然是司马家软禁的一个人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晋朝的建立本就极为惹人非议，这个王朝是司马懿通过高平陵事变篡权后，不断消除曹魏势力，最终在司马炎手中改朝换代，而形成了一个政权。这种通过弑主而建国的方式，本就被世家大族所不齿，也导致整个晋朝时期国家都处于十分动荡的局面中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作为大一统王朝的皇帝，西晋竟然连续有2位帝王成为割据势力的俘虏，最终被坑杀致死，这在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或许也只有靖康之耻可以相较。而说起这件事，就要提到西晋的掘墓人刘渊了。刘渊此人，仅从他的姓氏就知道，他与汉朝有一定的关系，只不过这种关系非常远，比刘备和汉献帝刘协的关系还要远上100倍。此人的家族是匈奴人，在汉高祖刘邦时期，其祖上曾与皇室和亲，因此拥有了部分刘家血统，整个部族也随母姓，从此以刘为姓氏。然而，从汉高祖刘邦到刘渊出生，已经过去500多年，孙悟空都刑满释放，他身体里的刘氏血脉估计也几乎为零了。刘渊是匈奴王室血脉，但他出生没多久就被送到中原当质子。这是匈奴历代的传统。中原王朝为了维护国家稳定，不愿意大动干戈去北击匈奴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挟持匈奴的王子作为人质，而匈奴方面也害怕中原王朝兴兵，因此每次都是老实巴交的上交人质。在西晋以前，即便是混乱的三国时期，匈奴也被中原王朝压得死死的，没有一丝反抗的念想。正是在西晋时期，由于各种神操作，导致匈奴数次成功袭掠中原，为北方游牧民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他们发现，原来中原王朝并非不可战胜，只要时机得当，他们也能入主中原。刘渊作为质子，他从小就在洛阳长大，接受的是汉人文化，学习的是汉人知识，而且此人十分好学，文韬武略、兵法史书他都十分精通，大部分汉人都自愧不如。本来他一个人质，即便胸怀大志，也不会有机会施展。但就在公元304年，西晋爆发八王之乱，让整个西晋陷入巨大的政治斗争当中。当时王公贵族为了夺取皇位，都用尽手段，他们甚至开始把主意打到刘渊身上。刘渊作为匈奴的王子，可以调动匈奴的力量，谁得到刘渊，就将实力大增，所以一个人质瞬间成了香饽饽。晋武帝封他为北部都郡，司马颖让他当宁朔将军。刘渊也在各派系的拉拢中逐渐发展出自己的力量。经过数月的积蓄后，刘渊认为时机已到，于是他摇身一变，成为推翻晋朝的起义军首领。而他打出的口号和刘备如出一辙，那就是复兴汉室。虽然他是匈奴人，但他身上却有汉室血脉，所以打出这一口号后，不但背后有匈奴的力量支持他，连很多心向汉室的人也倒向了刘渊。就这样，刘渊在304年的11月正式称帝，国号为汉，史称汉赵。那么，这位做了几十年人质的匈奴王子是如何为西晋掘墓的呢？历史上最荒唐的短命王朝汉赵到底有多离谱？国祚26年换了4任皇帝，其中3位都是因好色而死。最荒唐的一个，为了管理庞大的后宫，立了10位皇后。汉赵到底是怎么自掘坟墓的？大一统的西晋王朝本该实力强大，不应惧怕偏居一隅的汉赵，但由于西晋统治者德国不正，又倒行逆施，使得全国各地的世家大族以及百姓都站到了西晋对立面。本是天下正统的西晋，反而成了人们心中的反派。皇位做到这个地步，司马家也是青史留名了。在当时的局势中，汉赵虽然地盘不大，但实力最强，最有希望完成一统江山的丰功伟绩。但可惜的是，汉赵也是一把好牌打得稀烂，在掘了西晋的墓后，也给自己挖好了坑。刘渊称帝后，很多义军和世家大族纷纷来投，有钱送钱，有人送人，还有人把女儿送给了刘渊。这个人就是单族首领，而他送出去的女儿成了刘渊的单皇后。单族本想通过嫁女儿成为皇亲国戚，成为在汉赵与国同修的大族，然而他的女儿实在太漂亮，刘渊根本挡不住单皇后的盛世美颜。在得到单皇后
后之后，刘渊开始不问朝政，终日在后宫饮酒作乐，日日耕耘。就这样，到了310年，刘渊精疲力尽，死在床榻之上。刘渊死后，继承人刘和继位。继位前，刘和人如其名，对谁都和和气气，兄恭弟亲。然而刚刚继位，刘和就变了一张面孔，还不等给父亲办葬礼，就要对兄弟手足下杀手，以确保皇位稳固。如果这一手成功，或许还能有所建树。但这一消息第2天就传到刘和的兄弟们耳中，与其被大哥杀死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于是刘聪带着其余兄弟直接杀入皇城，结果了大哥刘和的性命。此时刘和刚刚登基3天，他只做了3天的皇帝。如果皇权路上走快一些，或许他还能和父亲团聚。刘和死后，实力最强的刘聪继位，随后才将父亲刘渊安葬。刘聪为了彰显自己的功绩，消除内部不满的声音，在3个月后对西晋发起攻击，直接打穿西晋都城洛阳，并抓了晋怀帝司马炽做俘虏。司马炽虽然是皇帝，却是个傻白甜，一句何不食肉糜名垂青史。在成为刘聪的俘虏后，这位每日锦衣玉食的帝王被当作奴仆使唤，受尽羞辱，最终还是被刘聪毒杀。虽然晋怀帝被杀，但司马家并没有绝后。远在长安的大臣们听闻消息后，直接拥立新君，也就是晋闵帝。不过那时候晋朝皇帝是个高危职业，善终者寥寥无几，更何况还有汉赵的强大威胁。果不其然，在得知西晋拥立新君之后，刘聪又直接打穿长安，让晋闵帝也成了俘虏。晋闵帝的下场要比晋怀帝还凄惨，他被刘聪折磨羞辱1年后，才奔赴黄泉得以解脱。晋闵帝的死亡象征着西晋的终结，西晋终于死在质子刘渊后人的手中。刘渊的确称得上西晋的掘墓人，女人只会影响你的拔刀速度，这不是一句虚言。中国历史上的这个王朝只存在了26年，换了4位皇帝，3位贪欢过度死在后宫，其中1个儿子直接继承了父皇的后宫和皇后。汉赵到底有多离谱？西晋覆灭，天下已经没有人能是汉赵的对手，大好江山唾手可得。然而人最大的敌人往往不是对手，而是自己。刘聪虽然骁勇善战，却和他的父亲一样极度好色。父亲刘渊在世的时候，刘聪就对小妈单皇后垂涎不已。后来刘渊去世，刘聪虽然奉单皇后为皇太后，但却不守人子之道，直接和单皇后搞到一起。除此之外，刘聪还在全国范围内收罗美女，不是司空还是尚书，不论是将军还是都督，只要家里有美貌女眷，都逃不过刘聪的魔爪。最惊世骇俗的是，刘聪的一名太保，他的2个女儿和4个孙女都被刘聪纳入后宫。由于后宫女人太多，为了安抚后宫女人，刘聪设立了11名皇后，这也是古往今来一大奇观。刘聪建立了庞大的后宫群，整日沉迷其中，很多大臣直言劝谏，都被刘聪当作耳旁风。皇子刘夫也多次劝说父亲，但没有任何效果，最终也郁郁而终。如果此时的刘聪能听进去忠言，汉赵或许还有击败割据势力和新建的东晋一统江山的可能。但历史没有如果，刘聪也始终没有醒来。在纸醉金迷8年后，刘聪也和父亲一样死在了后宫。刘聪去世后，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刘粲。或许好色是存在于刘家的基因之中，刘粲也是一位好色君王。他继位后，先是诛杀了对自己有威胁的兄弟，第2件事就是全盘接过父亲刘聪建立的后宫群。要知道，刘聪对后宫的建设要比打江山用心100倍，刘粲继承后宫比继承江山估计都要激动。但荒唐到了第3代人，满朝文武和百姓也绝对忍不下去。不过最后结果刘粲的人竟然是他的老丈人。刘粲的老丈人名叫靳准，他的女儿靳月华原本是刘聪的皇后，后来成了刘粲的皇后。在靳准的鼓动下，刘粲杀了自己的兄弟，随后靳准又闯入皇宫，杀死了女婿刘粲，独揽大权。虽然靳准取得了胜利，但他其实并没有多少真才实学，根本无法掌控一个政权。后来他被刘家远房子嗣刘耀所杀，而刘耀后来也在斗争中失败。汉赵在公元328年彻底灭亡。虽然故事听起来很长，还经历了4代皇帝，但实际上汉赵只有26年历史。刘渊、刘聪、刘粲被称为汉，刘耀自立为赵，这就是汉赵的由来。汉赵虽然没能改写历史，但对历史的影响却极大，尤其是让北方游牧民族认识到中原王朝并非不可战胜。于是接下来中国便迎来了史上最黑暗的南北朝，而这就是下一段故事了。看到这里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